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小拇指看命运，小拇指上10条特殊手纹，你有哪条纹就是什么命。自古以来，手相学就被认为是揭示个人命运和性格的神秘工具。今天我们不讨论复杂的掌纹，而是着眼于手指，从中窥探我们的未来走向。男士请伸出您的左手，女士则是右手，准备好了吗？请跟我一起深入探索。1. 贫困纹。如果小拇指的顶端长有十字纹线的话，也称为贫困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和保守，平时很不多，不善言辞，不喜欢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感。虽然很有抱负和理想，但大多都是怀才不遇，很难遇到真正赏识他们伯乐，一身才华无从施展，生活状况比较的窘困。2. 眼翳纹。如果小拇指的顶端处长有星纹的话，在相学中也称眼翳纹。长有此纹的话，与十字纹恰好相反。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热情开朗，而且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容易获得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提拔，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一定的成就。3. 独身纹。所谓独身纹，指的是小拇指的第一个指节处长有十字纹或星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独立，但是也比较的自我，做事喜欢我行我素，不喜欢受到别人的约束，做事只考虑自己，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也不喜欢受到婚姻的约束，有独身主义的倾向，晚年比较孤独。4. 机智纹。如果小拇指的第二指节处长有十字纹或星纹的话，在相学中也称为机智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反应比较快，做事灵活，懂得变通，而且很有才华，遇事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在年轻时便能够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若是中指歪斜不直的话，则性格方面就会非常的狡猾，做事不踏实，总想走捷径，整天脑子里都是一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为了利益，经常会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5. 虚尾纹。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的第二指节处常有多条短而细的横纹或杂纹的话，在相学中也称虚尾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面善心狠，表里不一，为人特别的虚伪，在人前总是表现出一副好人的形象，但背地里总是喜欢做一些坏事，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6. 贪翳纹。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第三指节的根部长有十字纹或星纹的话，也称为贪翳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好逸恶劳，为人非常的懒散，贪图享乐，总想着不劳而获，但却不舍得付出，事业上难有作为，严重者还会做一些违法乱纪之事。7. 博学纹。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第三指节处常有一些不完整而且交叉杂乱的短纹的话，也称为博学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非常的好学，智慧较高，但是疑心较重，对身边人缺乏信任，只相信自己，做事为了达到目的，经常不择手段。8. 机灵纹。机灵纹指的是位于小拇指的第三指节处长有多条细密的竖直纹线。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为人也特别的机智，非常的有想象力，思维非常的活跃，遇到困难时总是会想着办法的去解决问题，不会坐以待毙，天生有着很强的竞争欲，事业上容易成就一番作为。9. 运约纹。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上有一条或是两条贯穿整个手指的竖纹的话，也称为运约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子女运非常好，子女非常的孝顺，也比较的有出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越大运势越旺，尤其是到老年时，福寿双全，能够享得荣华富贵。10. 侧纹。如果一个人的小拇指上有超过2条以上的贯穿整根手指的
竖纹纹线的话，也称为侧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但是工作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忙碌，从事一些特定的职业，往往能够做出一番成就，如医学相关或畜牧相关方面的工作。第二，手相算命，大拇指指纹手相图解，人的手掌五指可以伸屈自如，这是动物所不能做到的，而大拇指又可以不受其他手指的控制，而弯曲自如，故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仅次于智慧线，是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及理性，同时有代表一个人的自尊心。一般来说，大拇指生的圆长又强壮发达者，其人身体健康，知识才能均优秀；短而弱小者，其人胆气不足，意志不坚，理智薄弱，性情粗也；长而优美者，性情理智，辨别能力强，富于进取心和冒险性，品质优秀。拇指的长度标准，大体上是拇指头达到食指第三节的一半即可。拇指与长成直角者，其人性格过刚，自尊自大，绝不甘居人下者，有狂妄极端之倾向。拇指小于直角或与掌接近者，则反而是其人缺乏独立性，神经过敏，胆小而拘泥。大拇指形状长大坚挺的人，代表幼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学业有成，可以享受父母亲情及余荫。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反之，第一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冷静沉着。反之，第二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也比较不理性。大拇指第三节代表物欲，第三节过于丰满高耸的人，为人性急冲动，性机能强。反之，第三节过于低陷的人，代表身体虚弱，体弱多病，性情冷漠。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代表越保守，越依赖，缺乏开创力，个性沉默，甚至带有神经质。拇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指骨节部，代表意志，大拇指子一节节纹，有3条或2条纹形成眼形的人；大拇指子一节节纹，有3条或2条纹形成眼形的人，被称作夫子眼或凤眼2条、凤眼3条。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天资极为聪颖，幼年时期家境富裕，或出身祖荫丰厚之家，可享祖上余荫；青年时期事业有成，扬眉吐气，婚姻幸福，感情美满。此外，一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过，假如纹尾没有合拢的话，吉祥程度减半。女性大拇指如果有这样的夫子眼，主其人旺夫益子。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年少时家境贫寒，长大后全凭个人努力，难享祖辈余荫。如果此纹又是断开的，则其人幼年时很可能会遭遇凶险，或与其父母的缘分淡薄，离乡他往。第二指骨节部，代表理性及思维；第三骨节部即金星丘，代表爱情。拇指各指骨节部往往发育不均衡，故第一节特别发达，而表现为其人意志坚定，不易为环境所屈服，但理性和爱情方面较差。第二节特别发达的，则其人偏于理性而意志薄弱，毫无主见，缺乏决断力。第三节特别发达的，则其人感情用事，意志、思维均为爱情支配，真正的爱情奴隶。二、拇指又按其柔软及弯曲程度，分为
一、柔软关节的拇指，思想多，行动少，做事缺乏深思熟虑，善变。金、钱方面挥霍无度，善交际应酬，与人相处豁达大度，宽宥他人。喜怒必形语色，毫不隐藏，并富于同情心，且能随遇而安。一、若拇指又稍微向后仰，则表示其人慷慨豪爽，出手大方，但其有盼断力，因此还不至于挥霍无度。二、拇指弯曲向后越明显，则上述特征也越显著。二、强硬关节的拇指，一、僵硬挺直不弯曲，讲究实际，意志力坚定，遇事深思熟虑，小心谨慎，守秘密，做事有步骤，有所希冀，必见于实际行动。但个性强，固执，有忍耐力，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若第一节长而大，则其人之反抗性、坚定性愈强。二、硬直稍微能扭曲者，除具有僵硬挺直而屈拇指之性格外，还具有柔软关节稍微向后仰之拇指的一些性格，即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坚决性、反抗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宽容性、灵活性。三、拇指较其形状分为分头形、圆头形、蜂腰形、棍棒形、反仰形五种。一、方头形，上节之骨方长而广大，坚固有力，下节之末端有肉棱。据此拇指者，循规蹈矩，举止不苟。此方头拇指一定要方正无偏，如内屈无力，或外无神，则其人必心性偏狭，做事诡秘自私。二、圆头形，指形长而头圆大，节直而宽，思想纯洁，为人朴实，心地忠厚，对人颇有义气，谋为多益成功。三、蜂腰形，指骨微小而短圆，指头宽扁而略长，犹如黄蜂之腰也。据此拇指者，反应灵敏而速度敏捷，有辩论才能，心意才能均优。四、棍棒形，球形，上下两节圆大相同，其肉紧实，其形挺直，圆长坚硬，身仰不灵，关节不甚发达，指头末端微小，指甲厚长，指纹粗大。其人禀赋虽强，然性情孤僻，言语耿直，做事呆板，交际简单，守旧有余，创新不足。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